在JoJo的奇妙冒险中，有这么一群人停止了思考，他们有的跟荒木一样是究极生物，有的则是畜生中的畜生，还有的就是杜王町的风景名胜。OK， 今天JoJo乱谈的主题是停止思考，一种比死还痛苦的状态。第一个达成如此成就的角色，出自JoJo战斗潮流中的民族乐器家卡兹。说句他是迪奥的野爹也不算过分，毕竟是卡兹发明了食鬼面，而他也是历届 BOSS 中最难杀的一位。夺得红宝石进化成究极生物的卡兹能够肉身抗岩浆，当时地球上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杀死他，所以只能剧情杀。地球将卡兹踢出群聊，放逐到了外太空。因为真空的环境，卡兹喷出的空气被冻住，很快他变成了介于矿物和生物之间的生物体，永远徘徊在了宇宙中。死にたいと思っても死ねないので、そのうちカーズは考えるのをやめ。但我觉得，如果卡兹能回到地球，说不定还能复活。接下来看第二个思考成就者，刀哥阿努比斯神。500年前是个刀匠，500年后以替身的形式活在了刀上。原本在博物馆会被吊爷带走，谁拿到这把刀，谁的战斗力就能大幅提升。而且它有一个设定，那就是越战越勇，能记住对方的数据，理论上只要不死，就能慢慢升级到最强战力。刀哥本来也是这么计划的，结果万万没想到遇上了一条狗。しまった！外れた！井戸につまずいた！なんで犬が出てくるんだ！最后刀哥下意识穿墙，一头扎进了水里，再起不能。而刀接触到水，只有生锈一个下场。刀哥最终也选择了停止思考，所以也有了这样一句话：天上的卡兹不说话，水里的刀哥想妈妈。第三位是畜生中的畜生，出自不灭钻石的安吉罗。哟，安吉罗。在被杖柱打成风景名胜前，安吉罗本来是个死刑犯，高智商心理变态，后来被红村觉醒替身，不仅逃出监狱，还杀了杖柱的祖父。第一阶段被杖柱用疯狂钻石的能力镶进了一块石头里，这时安吉罗还能说话，甚至能用替身能力，但这小子还不老实，调侃杖柱的发型。真剣な髪なんかいじってんじゃねえ！俺の髪が。杖柱立马打了88遍军体拳，随后发动疯狂钻石的修复能力，让安吉罗和岩石融为一体，成为了杜王町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慢慢停止了思考。安吉罗应该也属于低配版卡兹，而像他这样的卧龙凤雏，不灭钻石篇还有一个宫本辉之辅，这小子也是畜生，绑架了康一和东方彭子，替身能力是将人封印到自己的指中，最终被杖柱击败。お前のようなタイプは絶対許さねえって言ったよな。人質取ってよ。人の精神に脅しかけてくる野郎はよ。一顿疯狂军体拳后，宫本成功和书融为一体，之后被捐到了杜王町图书馆。如果你读了这本书，会听到奇怪的声音。理论上，宫本也停止了思考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招战乱谈的内容了，只涉及了动漫。漫画那边其实还有个彪马野狼的马杰特被人用钢索捆住丢进了河底，马杰特只能一直保持替身状态，防止自己不死。直到停止思考前，马杰特还在想迪亚哥什么时候救自己。